接下来是火象星座，火象星座就是大家以为好像都火爆浪子，对不对？其实还是有点差别的哦。我们先来讲牡羊好了，牡羊是不是很多人觉得他很冲动，脾气很暴躁，火爆性格？我觉得呢，牡羊其实他的那些东西是他的保护色。他虽然好像是一个生气的山羊，整天要冲，有没有？可是其实他的这个火爆啊，是因为他有时候想的太少。我觉得牡羊座就是那种他有一点点方向他就冲了，所以有时候在职场上面很容易，他冲完之后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做错方向了，他冲错方向，终点在那边。所以我觉得牡羊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不要自己决定方向，你适合当第二层。就是很强大、很快速的执行者，尤其那个事情是需要效率的时候，我觉得牡羊座做事情的速度真的是快，对，但是不准，快很但不准，所以需要人家掌握他的方向盘。牡羊，我觉得我自己交的很多牡羊朋友，或者是我面对牡羊员工，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善良的人，因为很真诚、很善良，从小到大，有时候把这个真诚跟善良拿到外面的时候，反而受伤了。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真诚跟善良包起来了，然后跟你维持一个距离感。可是那是因为他们以前受过伤，所以他就不轻易展现这个真诚给你看，所以你会觉得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有距离。在职场上面，让牡羊座能够信任你是非常重要的。一旦他信任你，他是对你掏心掏肺的。但是你千万不要伤害他，因为一旦你伤害他，他就会丢回去，然后再也跟你保持距离了。所以牡羊的那个官腔啊、毕恭毕敬啊，是他的保护色。他其实看起来是很狠的山羊，内心是小绵羊。接下来是火象星座里面的狮子座。狮子座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很想当王嘛，他就是万兽之王啊，所以他也很爱面子，他就是想当老大的那一种。可是怎么办？如果在职场上你就还不是老大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我觉得狮子就是虽然你很想当老大，可是你自己要知道说，如果你今天还是个菜鸟，你不要这么急于想证明自己是老大，稍微察言观色一下，跟天蝎座学一下，不要一下子进去就我是老大，哇，糟糕，你就被边缘化了。这样，我觉得不要这么急，稍微隐藏一下心思，然后用你的能力去证明你可以是老大。那如果你用到狮子座的员工，或者是跟狮子座当伙伴的时候怎么办？因为狮子座他就是想当老大，所以你一定要给他面子哦。比方你想要改善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不要直接跟他说，你那做的不好，你要怎么调？他可能就会跟你争，我哪里不好了，我怎样，你们就会吵起来，他合作就不愉快。所以狮子座要怎样？你一定要先肯定他，你一定要说那个什么专案，我觉得有你真的很不一样，你真的做得很棒。But如果什么可以更好，那他就听得进去咯。所以你一定要先肯定他，先把狮子的光环给他，先让他知道你好棒，你好棒。但是这样你就用这一招就对了。好，那狮子座如果他是主管或老板的时候怎么办？记得把功劳留给他，不要功高震主，否则他一定把你杀了。因为你怎么可以比我还要有光环呢？我是辛巴我狮子王所以他很适合跟鹏鹏丁满在一起，因为鹏鹏丁满就是辛巴你好棒，有没有？知道吗？所以如果你的老板、你的主管是狮子座，无论如何你就是功劳给他，就老板英明，所以我们才这么棒的。老板就是领导的好才怎样的，不是拍马屁，是把真正的功劳给他，他就会很开心，然后可能就好，那你们去做，他就不会一直管你了。遇到狮子座，你就是鹏鹏丁满就可以咯。最后一个星座是射手座啦，射手座。讲到射手座，我也是蛮头痛的啦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旁边有一位射手座的员工盯着我。射手座，大家知道射手座其实是人头马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射手座就是他的脑控制不了他的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想这样的时候，他却跑那边，然后他自己不知道哦，他在想 A， 然后做 B， 最后的结果是 C。要整，然后他也觉得很 OK 啊，这个 A 不就是 C 吗？不是，好吗？所以就是怎么办呢？然后他又3分钟热度，就做一些事情，刚开始好交给我弄，然后我什么出头跑超快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你本来觉得他很积极，然后又好相处，
哇太棒的一个员工，可当他交东西出来给你的时候，觉得靠怎么烂到爆啊，就是对，那他也不觉得烂到爆哦，他也觉得很好啊，怎么了吗？100分，100分啊，102分呢，什么？我说。对，可是他又很可爱，所以你也有时候也觉得骂不下去。我觉得射手座是这样，如果你骂他，他就觉得啊是你不懂啊，他也不会检讨自己哦。你以为他会检讨自己吗？不会，他只会觉得是你不懂，你不懂欣赏我的优秀，我去懂我的地方，然后他可能就一直换工作，发现这个世界都不懂我。Hello， 是你不懂你自己。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射手座怎么办？其实他就3分钟热度，一旦他对这个东西失去热情，比方他发现没有好的回馈，比方他发现得不到你的肯定的时候，他就会立刻热情从这边变成啪，像被泼了一个桶冷水一样，就是热情消退，然后就行尸走肉。然后昨天还在那边耶，给我什么很嗨，有没有？明天行尸走肉就好啊，都可以。OK， 好，好像是我想说跟昨天是同一个人吗？对，他就是这样，所以他也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员工，好不好？对，我承认，情绪很高昂，对，然后一下就没了。人家都说虎头蛇尾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他是虎头没有尾，做事情做到最后，没 key 啊，现在怎样，连收尾都没有，尾在哪？所以他就是适合冲，他其实跟牡羊一样，都很适合冲。可是呢，他不会收尾，好，所以不要让他做头到尾的事情。什么事情是适合这样子？我跟你讲，职场上面出色的射手座都是只要做头，不用做尾的。例如，我有一个射手座的朋友，他是装潢公司的老板，他负责做空间的规划。他每次到一个空间去看，这个可以干嘛，好，决定之后丢给后面的人执行，永远只做头，不做尾。尾就是他务实的单位去做，他就是3分钟很强，那你要疯狂的运用自己那3分钟，可能需要昙花一现的事情的东西，就还蛮适合交给射手座的。接下来是水象星座，有什么呢？巨蟹、天蝎跟双鱼。我觉得水象就像水一样，柔情似水，所以他们的情绪稍微多了一些些。我们先讲巨蟹好了，巨蟹就是内心小剧场还蛮多的，就是你可能只说了一句话，可他内心已经上演500集宫斗这样子，对，或者是你可能刚刚那句话没什么意思，可他就已经玻璃心碎一地，所以我觉得巨蟹稍微有一点点内心脆弱。但我觉得巨蟹在职场上面可以让自己再更坚强一些些，就是不要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个眼神、一句话、一个小碎嘴，那个不是那么重要，好不好？对，尤其你旁边有那种处女座很刁钻的时候，你真的会被他折磨死。所以巨蟹不要随便交处女座朋友，不是啦，巨蟹自己内心要坚强一些些啦，不用这么在乎这些小事情。职场就是来做事的嘛，不要太纠结这样子。巨蟹还有一个在职场上的一个小缺点是，他比较没有事业心。尤其是巨蟹女巨蟹女就是她会一直觉得，其实还是要嫁个好老公比较重要，就是比较不容易会付出更多，因为她觉得这不是我以后要做的事情，我期待的是相夫教子，因为她想要的是一个温暖的家，因为她是巨蟹，她想要家的感觉。可是我觉得你要怎么样转换你的思考呢？就是你要有稳定的收入，你才能照顾好你的家，所以你要更有事业心一点点。就算你以后要当家庭主妇，你也要存一笔私房钱吧？对啊，你比较可以有自由的财务啊，你想买什么也比较不用都要看别人脸色啊。就是我觉得稍微多在乎事业或金钱多一些些。那这样像巨蟹这样子的个性，在职场上适合做什么呢？其实我觉得一家公司并不是都全部要做很活的事情。大家应该知道，很多职场上其实会有很多工作是需要每天做，而且是无聊的。巨蟹就很适合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他并不会觉得无聊，他会觉得我这样很好，我很熟悉，他反而是想要稳定、安安稳稳，事情很小不重要的也没关系，我很愿意每天做一样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有那样子的事情交给巨蟹，他不会常常跟你说好无聊，他会觉得本来就这样啊，我把它做好就好了，这样不是很棒吗？其实很多公司里面的很多角色是需要这样子的人的，那巨蟹你就可以找这样的工作，你不要去找那种变化很多的工作，你会很痛苦哦。天蝎座应该算是狠角色，心机很重，大家是不是觉得他心机很重？我马上说没有。天蝎座的确是比较多想法一点的，他是比较有城府，可是那个城府不是，我觉得不是不好的，他只是会想到更多的层面。
所以他会面面俱到。所以当你在规划一个专案的时候，他其实会帮你想到蛮多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天蝎座是一个蛮好的执行者，他会帮你顾到很多的细节，可是他又不是过度刁钻的，而且加上天蝎座，他不是只有做事不管人的，他是懂得跟人的互动跟情绪的。对，因为他是水象，他自己也有蛮多的情绪，所以他知道怎么跟人维持关系。所以天蝎座其实在很多的领域都也算是蛮出色的，但是就是你不要得罪他，因为他是嫉恶如仇，他告诉你此时不报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报哦。对，所以不要跟他正面为敌，你知道？好，就是天蝎座不好惹。有没有？是不是很爱记仇啦？很爱记仇。对，10年前怎么样，他到现在还记得，而且会一直拿出来讲。对，一直拿出来讲，想念你一辈子。天蝎座的话，我觉得他的善恶很分明。他喜欢的时候，他就听你到底；不喜欢的时候，他就完全不想看到你。我觉得他的这个比较极端一点。对，他比较没有中间值。天蝎座在职场上面，我觉得可以稍微把这个东西融合一点点，不要说很讨厌的你就很讨厌，很喜欢的你就很喜欢，因为你非常喜欢他，你会有一点点没有平常的标准。你聪明的智商有时候遇到一个你觉得你很喜欢的事情或人的时候，你的标准竟然没有，你就会犯下一些蠢事，是明明聪明如你不应该犯的，因为你觉得他太棒了，你就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。天蝎座的聪明就会反被聪明误。然后他不喜欢的事情，他就全部看到缺点，他觉得那个人无一是处什么的，其实也不是，他只是就是嫉恶如仇，所以他会正反两面太极端。其实我觉得天蝎座就是你要维持你的聪明，不要在很喜欢跟不喜欢的时候，你的标准就差很多，要稍微中立一些些。这样子的话，你看事情会更清晰一点。天蝎座是不喜欢直接说，但天蝎座他都会说你不觉得？天蝎座很绕，对不对？对，天蝎座很绕哦，他想叫你干嘛，他也不直说。我跟你讲，我女儿天蝎座，你知道她多夸张？比方她会先跟我说：“妈咪，我觉得好热哦。”我说：“好热，开电风扇啊。”然后你就开了5分钟，然后她说：“还是好热哦。”哦，那我们开冷气。然后说：“还是很热呢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到底要怎样？”没有啊，然后你就又静默了10分钟，最后跟你说那个冰箱的冰可以吃吗？你想吃冰，你可以一开始就说吗？一开始就说我可以吃冰吗就好。他要绕，搞了1小时才说要吃冰。天蝎座就是这样。可是他绕的目的是什么啊？他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吗？对，我觉得天蝎座习惯隐藏内心的想法，他喜欢旁敲侧击，确认会不会得罪你，会不会让你觉得这样不好。所以他习惯绕才要讲，你最好多一些心思去猜，他这样子讲是要干嘛？那刚刚讲到说天蝎座啊，就是其实蛮有谋略的，蛮有心思的，蛮会观察人的。然后他自己因为他很会绕来绕去，所以他也蛮看得出别人的心思，所以他其实是个谈判高手。有些事情他可能开个会完之后，他可能会跟你说，老板，我觉得刚刚他们这样，是表面看不到的事情哦，可是他已经观察出来了，所以他是个观察家，然后也懂得别人话中有话的那些艺术，所以我觉得天蝎是个蛮适合瞧事情啊，蛮适合谈判的人，是在职场上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。再来是双鱼座同学，双鱼座是不是大家都觉得他们好像很浪漫？但其实他们的浪漫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一种，比方他可能会送花啊，会点蜡烛啊，那种大家世俗以为的浪漫，其实不是，他们有自己内心定义的浪漫。对，比方他可能会收集很多公仔，那你可能觉得无意义，可对他来说，你知不知道我拥有一个王国，或者一个世界什么类似这样的东西？可是他做的事情可能不见得是别人那么理解的，所以有一点点不切实际。所以我觉得双鱼在职场上面可能没有那么适合出主意，因为他想的会是他自己觉得很棒的东西，可能没有办法被市场接受的东西，所以他可能不太那么适合当一个企划案的领先者这样子。我觉得双鱼座比较有一个致命的地方，就是他爱跟别人比较了，所以很多事情、很多工作交到他手上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想的是我这样子可以赢过谁。可是他的这个心思是看不出来的哦，因为双鱼座通常看起来还蛮与世无争的，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在想这些事，他其实有。那我觉得双鱼在职场上要怎么改善呢？就是不要那么爱跟别人比较了，你要不要先把事情做好，然后用事情来比事情，可能少一些跟人之间的比较，回归到把职场上事情做好。
我觉得对双鱼可能会比较聚焦一些些，然后不切实际的部分就是，我觉得那是对自己你要怎么生活，其实当然是你自己开心就好。可是如果到职场上面的时候，你可能要多考虑自己以外的事情，不要都觉得说我觉得这样很棒啊，为什么不好呢？你可能要考虑一下说，因为别人没有觉得很棒，那个是你个人的喜好，不见得是可以拿来变成产品或变成活动的。你要多考虑一下别人，对，所以其实不食人间烟火是双鱼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觉得你要搞清楚这个公司需要你什么。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做天马行空的事情，那你就到一个很需要创意，而且是那种展场布置啊，他就可以把它弄得很有创意。可是因为他们是可以贩售创意的，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务实的公司，那个创意是没有办法被体现的，那我觉得就不适合。那在职场上，火象跟水象会很容易不合吗？或是有冲突吗？火象跟水象星座，我觉得因为一水一火，所以就很容易水火不容。你知道，因为水象就是心思很细腻，所以他就会觉得火象很冲动，跟白痴一样，就你白目就会觉得怎么那么白目，怎么会有那种白目的人，到底在想什么？然后讲话可以用大脑吗？因为水象就很细腻啊，他会先观察。然后他还在思考的时候，才决定自己要不要做这件事的时候，火象已经在那边嘻嘻哗哗了，然后他就会觉得哦，是这样，对，知道吗？就是他很容易觉得火象是笨蛋，可是火象就会觉得你们水象就心机很重，想多干嘛？对，觉得你们这些绿茶婊什么就是对不对？就很容易觉得心机超重，所以有时候刚开始一定都是互相讨厌的。我觉得水象跟火象很容易水火不容。对，可能需要比较多的相处。像刚刚我有讲到，风象其实搭土象蛮适合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一个很浮，然后一个比较稳定，所以他们配起来是还蛮适合的。那你知道风象跟水象也搭得很好吗？因为风生水起啊，风跟水搭配起来的时候也是会很好。然后呢，土象比较适合跟火象在一起，因为真金不怕火炼。那个金就是埋在土里的矿物，所以土跟火其实一起烧起来，其实做的事情会蛮实在的，会生出像矿物般完美的钻石啊、金子啊那些贵重物品。所以我觉得，读一点点星座学其实是蛮有帮助的。稍微把这些性格稍微可以磨合的人放在一起，会更适合来完成职场上面的很多任务。好，所以12星座其实有自己的特质，我不会称为那是他的缺点，那其实就是他的特质。那至于他是缺点还是优点，就看你怎么运用它。你放在好的地方，它就是优点啊；你放在不好的地方，那就是缺点啦。所以12星座好好多了解自己的个性，替自己找到适合的工作吧。希望今天的12星座职场破解攻略有帮助到大家，然后更了解自己应该适合怎么样的工作跟职位。如果你觉得不管准或不准啊，或者是有其他更多的建议，欢迎留言哦。那就这样咯，拜拜。